今天把这个显示屏准备装到房车里，包括 Apple TV 一些连接线也都带着。我靠，可以。大家好，延平 Mesos Gary。今天我会把那个显示器还有 Apple TV 装到房车上，因为房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，就是它没有固定的网络。我说的固定的网络就是像比如说家里的宽带呢，我包月对吧，它就是一个固定的金额，网速也很快。但房车它需要用的移动的 4G 的网络，这个流量当然也有流量卡，但还是比较贵的。所以你假如说在房车上要看一部电影，对吧，荒郊野岭的追剧，你如果要走移动的网络吧，其实性价比不高并且呢稳定性也会比较差，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地区没有信号的时候。所以我的一个方案就是我折腾了2个路由器，还有一个简易的固态硬盘，去做了一个类似小的云端的存储，然后把一些电影剧就可以存到里面，然后我就可以用电脑 Apple TV iPad 手机都可以去读取。其实和家用的原理一样，只不过就是有的一些设备呢没有那么看起来那么fancy那么高级，但还是能满足需求的。比如说我用的是固态硬盘，而不是一个几盘位的 NAS， 对吧？但我又不备份，所以就只要能存储能读取这就可以了。我统计了一下，前前后后物流快递收了能有200个了，真的是很夸张的一个。因为就是自己折腾这些呢，比较有乐趣的点就是各种各样非标的东西，然后我有这种想法有这种需求，我去找相应的产品相应参数的产品，并且找到它并且能装上，这个过程是很爽的。但结果就是很麻烦搞了个椅子现在坐着，高度还挺合适的，办公包括视野正好。然后今天更重要的呢是把这个显示器安装在这个位置，就是它可以是这么一个角度，也可以转过来，然后平时可以扣在这一块，稍微露出来一点边儿，这样的话就是行车的过程中也比较稳定。工作的时候可以转到这边。显示器还是比较大的，支架是这种壁挂的，我比一下尺寸吧。现在这是装好了，调好位置了，这么着正着使用，然后你可以拉进来，这样贴脸就比较近了。总之反正可调的角度还挺大的。然后现在我就固定在这一块，等一会儿，等晾干了我再继续装。OK 的。现在显示器固定好了，这样是固定的状态，然后可以转过来，就像刚才拍摄的那样。那我现在呢就连 Apple TV 配置网络和这是便携 NAS 的一个兼容。现在连上了，开一下逆变器试试。我靠，可以。看到了可以了可以了。记录一下现在这个可以从我的便携 NAS 便携移动硬盘里面读电影了，而且也是联网的，非常顺滑。
这样比较好的点呢，就是在户外没有网络的时候，会很省流量不至于很无聊。但线还要再收一下。现在电视还有 Apple TV 都已经调试好了，而且后面的连线呢还是比较简洁的。最后就出来一根线，伸到底下。底下我弄的直接是一个4座的排插，这样的话也不用买那个插销板了。然后留出来一根线接电脑，比较简洁，所以看电影真的是还是比较爽的。而且这些都不用网络，因为都已经下载好的。显示器和 Apple TV 搞定了，也算是一件大事。之后在车上的时间就不会那么无聊了，然后继续收拾。而且显示器的功率应该挺低的，对吧？我把灯全关了，现在逆变器开着，显示器开着，冰箱开着，也就才100多瓦，一点也不费电。在这种状态下还能运作34个小时、35个小时，44%电的情况下。